朋友們，今天淘汰賽的第一場，南非0-1輸給加拿大。小組賽跟淘汰賽完全是不同的足球。今天你就可以看出，場面也許不精彩，但就像俄羅斯輪盤賭，只要有一邊打進一個球，另外一邊就很難再有機會了。甚至於在淘汰賽0-0會經常出現，大家最後點球決戰。所以不要怪兩個隊踢得醜陋，這就是世界杯。足球從一開始就是模擬戰爭的遊戲，它並不是像 NBA 那樣你進一個我進一個，它真正的內核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您的點讚訂閱。今天的比賽確實暴露出加拿大隊的技術實在太糙。下半場最後阿方索戴維斯上來之後，明顯比所有的人高出幾個檔次。戰術方面，加拿大沒有拿到控球的優勢，但他們打出了更高質量的進攻，控球率只有 42%， 但射門比12-6，射正比7-1，預期進球 1.3-0.1。這也說明了有球時間更多、技術更好的一方南非队極度的缺乏进取心，就在那裡后卫和门将倒啊倒，你傳給我，我傳給你。最後的結果也是對南非這種足球哲學的一種懲罰。而加拿大進攻重點很清楚，邊路起球、定位球或者禁區前沿的2點球。歐斯塔基奧不僅是今天的絕殺者，他本場通過定位球已經創造了5次射門機會，參與了加拿大12次射門中的7次。所以在常規陣地戰不順暢的時候，加拿大主要依靠定位球的質量和外圍的2點球撬開南非防線。南非的想法呢，就是防守的思路，先穩住，再等待反擊或者拖入加時，甚至點球決勝負。可直到最後92分鐘被絕殺了，才開始明顯提高進攻的慾望，這已經晚了。南非的問題就是無效的控球，空有球權，卻缺少真正的穿透。而今天阿方索戴維斯終於可以上場，但可以看到他身體沒有恢復到100%，不敢過度使用自己的肌肉和爆發力，而且傳中的腳法也還沒有完全回來。但是阿方索戴維斯的存在讓球場被拉開，也迫使南非的防線注意力集中在他這一側，就很難再盯住另外一邊的中路和禁區前沿。而南非隊的問題是他們前場推进缺少速度，缺少纵深，在內部区域和禁區內的觸球質量明顯不足。门将朗文威廉斯是南非队能将比賽拖入到最後的關鍵，他本場做出了5次扑救。加拿大上半场和下半场都有一些近距離的射门機會。今天比賽結束後，加拿大主教練馬什將大家圍成一圈，稱你們都是加拿大的英雄。他親吻了隊徽，還擁抱了杵着拐杖的科內。而今天表現最佳的歐斯塔基奧，他不僅打進了1個進球，他背後的故事更是令人動容。他的父母是移居加拿大的葡萄牙移民，一家人曾經又回到了葡萄牙生活，這也讓他擁有雙重國籍。但23年4月3年前，他的母親因為腦癌不幸離世。僅僅1年後的24年4月，他的父親又突發心臟病去世。所以賽後的採訪中，他強忍淚水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的家人。為了父母，為了女友，為了女兒和兄弟。”歐斯塔基奧將逝去的雙親視作賦予自己翅膀的人，並帶着對他們的思念在球場上繼續拼搏。儘管他性格低調也不張揚，卻是加拿大隊內名副其實的更衣室精神領袖。主教練曾經透露，他原本想將隊長袖標交給歐斯塔基奧，但歐斯塔基奧非常謙遜而且深明大義。他主動表示，為了加拿大足球的發展，應該讓阿方索戴維斯擔任隊長，自己則會在場下全力輔佐他，並且提供任何可能的幫助。這個球員小時候是在安大略省利明頓的野球場和低級別的聯賽中踢球長大的。他的哥哥毛羅也是一名職業球員，2個人一直互相鼓勵，所以他的戰術紀律性和位置感都比較好。他曾經在葡超的豪門波爾圖站穩腳跟，但為了保持狀態，在世界杯前租借加盟了美職聯的洛杉磯 FC 隊。那麼今天這場球，加拿大雖然是東道主之一，但由於只拿到小組第2，所以不得不到美國的加州參加這場比賽。但儘管如此，現場的加拿大球迷仍然非常多。那麼今天加拿大也是自2014年的哥斯達黎加之後，首個贏得了世界杯淘汰賽的中北美球隊。那一年哥斯達黎加是在1/8決賽通過點球大戰擊敗了希臘。他們今天 41.7% 的控球率，也創下自06年以來世界杯東道主淘汰賽贏球最低的控球率。哥倫比亞0-0戰平葡萄牙，也許是最後一輪不重要了吧。這場比賽哥倫比亞隊竟然完成了24次射門，踢得像巴西隊一樣。
射門次數之多刷新了队史世界杯單場的紀錄，而且他們過去4次在世界杯對陣歐洲球隊，常規時間內保持了不敗，2勝2平。不過葡萄牙的中場維迪尼亞，他今天一共54次傳球嘗試全部成功，成功率達到100%，也因此成為自有統計以來首位在世界杯單場比賽實現了傳球成功率100%的中場球員。那麼再加上對民主剛果和烏茲別克斯坦3場比賽一共270次成功傳球，傳球嘗試280次，傳球成功率達到 96.4%。 接下來7月3日16分之一決賽，葡萄牙將面對克羅地亞。這一天也是若塔去世的1週年，為了隊友，葡萄牙必須要贏。而由於排名小組第2出現，所以萬眾期待的梅西和 C 羅的對決只能期待兩隊都殺入決賽才有可能出現。而門將科斯塔今天做出6次破救，力保城门不失，也当選全场最佳。但有趣的是，葡萄牙是所有的种子队中唯一没有拿到小組头名的非东道主种子队。但是去上半区是好事，踢克罗地亚要比踢加纳好踢得多，上半区也几乎就变成了歐洲杯。這場球哥倫比亞踢得太好，但凡把握機會能力好一點，搞不好就進2個3個。整場比賽相當熱鬧，但兩邊硬是一個球都射不進。而葡萄牙的比賽態度多多少少有些消極。戰術方面，哥倫比亞的核心思路是用中場和邊路的活力，想把比賽節奏拉開，同時在反擊以後保持防守的平衡。哥倫比亞的快速反擊相當有速度，但關鍵是進攻後能夠迅速地完成對防守的轉換，所以達文斯、桑切斯和傑弗森、萊爾馬踢得相當好。葡萄牙這邊原本的計劃是想將比賽帶入更多的控制和控球，也就是想把比賽拖慢，但比賽多次被哥倫比亞拖入到更開放、更對抗、更轉換的狀態，所以葡萄牙隊將維迪尼亞後置，這種用法並不好。未來淘汰賽要想走遠，必須要解決中場組織的問題。哥倫比亞今天他們有效的進攻並不是簡單的下底，而是從邊路和中路之間的內部切入。科爾多瓦從禁區右側迫使對方的門將科斯塔做出撲救，阿里亞斯的小角度射門又被魯本內維斯近門線解圍。所以葡萄牙的邊後衛和中後衛之間的內部區域持續的被侵入，他們的問題在於中前場球星很多，但推進和最後一傳沒有真正形成連續的壓制。哥倫比亞的轉換很強，一旦進入到他們的節奏，葡萄牙會消耗掉大量的體能。總之 C 羅、菲利克斯和 B 費都沒有在最舒服的位置拿到球。戰術上更成功的一方無疑是哥倫比亞，他們控住了小組第一，制造了更多的射門，還壓低了葡萄牙控球的質量，並且讓葡萄牙門將成為全場最佳。此前連續12場各項賽事，葡萄牙的控球率至少 60% 以上，但今天被哥倫比亞限制到 45%， 是自從25年歐國聯決賽對西班牙隊以來的最低。J 羅無疑是哥倫比亞進攻的組織核心，他的表現讓人想起了8年前世界杯。今天許多好的進攻都來自於他的轉移和視野以及精準的傳球。他創造了5次機會，還完成了大量進攻3區以內的傳球。41歲的 C 羅今天的表現比較低迷，他已經無法像巔峰期那樣憑借個人能力撕開緊湊的防線。主教練馬丁內斯說，教練組對 C 羅有實時監控的身體數據，認為他的身體狀態沒問題，所以打滿90分鐘也沒將他換下。另外，民主剛果3-1逆轉了烏茲別克斯坦，這一場也徹底讓韓國隊喪失了希望。而民主剛果隊完成了曾經扎伊爾沒能完成的進1球拿1分贏1場的任務。不過在今天進那個點球之前，感覺也是踢得渾渾噩噩的。好在維薩罰進點球後，民主剛果一下子就被點醒了士氣。本屆世界杯小組賽，亞洲球隊面對非洲球隊的8場比賽1勝2平4負，其中有5支亞洲球隊都被非洲球隊正面淘汰，實力的差距確實太大。烏茲別克斯坦在主教練卡納瓦羅手下延續了過去的防守紀律，5-4-1的陣型，防線收縮，對抗很強硬，反擊主要就是找肖姆羅多夫。而他們上半場也先用縱向的傳球、2點球以及民主剛果後場的溝通失誤獲得了領先，但隨着防線的回收，讓民主剛果在陣地戰反覆尋找到了邊路和內部的切入點。民主剛果上半場只有4腳射門全部偏出， XG 僅為 0.2， 但下半場打出了15腳射門，4次射正，半場 XG 升到了 2.14， 所以他們在中場後的調整非常有效，實質性的提高了禁區內的威脅。而換人是本場的胜負手，馬耶萊早早的替下了巴坎布，
後續埃里亞、巴貢達等等速度型的球員進入比賽以後，民主剛果在邊路的衝擊和內部的插入更加直接。埃里亞左路推進後的射門制造了馬耶萊的補射機會，維薩最後則用一次內切後的低射完成了比分的鎖定。而對面卡納瓦羅的思路呢，前60分鐘也沒有完全失敗，烏茲別克斯坦先得分，防守的陣型也一度讓民主剛果缺少清晰的路線。但問題在於他們下半場的出球質量下降的太多，反擊點越來越被孤立。胡桑諾夫對維薩的禁區內犯規直接改變了比賽方向。維薩不僅打進2個球，還制造了點球。在對決中，胡桑諾夫完全敗下陣來。賽後，民主剛果的球員們倒在草皮上慶祝，現場剛果的僑民和支持者們把亞特蘭大的夜晚變成了他們慶祝的畫面。大家都在好好的享受這個幸福的時刻。甚至電視鏡頭還捕捉到一個民主剛果的球迷似乎舉着手機，正在和親友視頻通話，共同見證這場歷史性的勝利。好，約旦1-3輸給阿根廷，偉大的球王只替補上了30分鐘，又拿到一個進球。我們知道39歲的你不愛刷數據，但數據就是尾隨着你。梅西已經成為世界杯歷史首位連續7場都有進球的球員，記錄仍在繼續，傳奇的故事仍在書寫。他現在職業生涯已經917個進球，414個助攻，48個冠軍，8個金球獎，72次任意球破門。但數據只是他身上最微不足道的標籤。現在阿根廷隊內的阿爾瓦雷斯轉會的傳聞，馬競的高層態度異常堅決，絕不會將阿爾瓦雷斯賣給巴薩。而且馬競對巴薩的報價非常不滿，低於1.5億歐元根本不考慮。那麼好吧，今天的阿根廷收穫了隊史世界杯的第50場勝利，成為繼德國和巴西之後歷史第3支球隊。賽後的阿根廷球迷在狂歡中不斷的瘋狂慶祝，高喊着梅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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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時此景，那個加納的網紅巫師夸庫邦薩姆又說話了，他說佛的腳將淘汰阿根廷。嘿嘿，好吧，這也不知道是想蹭阿根廷的流量還是蹭佛的腳的流量。賽後主教練斯卡洛里還說，其實梅西今天本可以踢滿90分鐘的，但是他並不在意那些人們常掛在嘴邊的數據，所以他選擇讓隊友們也有上场的機會。我很高興他做出了這樣的決定。我和他交談的時候，他說這樣做是最好的。我也表示贊同。我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阿根廷國家隊對梅西而言意味着什麼。這個團隊，他的隊友們，這真的非常棒。那麼於是這一次小組賽，法國、阿根廷、墨西哥3隊小組全勝。而上一支在小組全勝後奪冠的還是02年的巴西。小組賽結束以後，梅西以6個進球排名榜首，鄧貝萊、姆巴佩、哈蘭德、維尼修斯各有4個。另外，國際米蘭的隊長勞塔羅今天終於拿到了世界杯第1個進球，破了心魔之後，今年能不能好好發威？阿根廷要想世界杯奪冠，只有一個梅西是不行的。对了，今天洛塞爾索的任意球破門，勞塔羅的點球破門，梅西替補登場的神仙任意球建功。有趣的是，約旦門將3個定位球全部判斷失誤，全部猜錯了方向，而且提前交出重心，成為了背景板。這一場大輪換，阿根廷基本是使用的第2陣容，換了9名首發，只保留了馬丁內斯和勞塔羅。前場用了勞塔羅和阿爾瓦雷斯的雙中鋒結構，尼克帕斯在2人身後承擔創造力的任務，而洛塞爾索成了輪換陣容裡最重要的受益者。比賽在數據方面，帕雷德斯有154次傳球，所以阿根廷即便是大輪換，也能用後腰的出球控制整場比賽。而且本場轟出2粒直接任意球，也說明了他們定位球的質量很高啊。就這樣，阿根廷在狂歡的气氛中迎來了淘汰賽下一輪。好的，最後一輪小組賽，阿爾及利亞3-3和奧地利攜手出線，補時階段還貢獻了神劇情。這場球兩邊只要打平，伊朗就出局。可只要分出勝負，伊朗隊就能進入淘汰賽。但上半场28分鐘，奧地利進一個；45分鐘，阿爾及利亞扳平；55分鐘，奧地利再進一個；5分鐘後，阿爾及利亞再扳平。補時93分鐘，阿爾及利亞差點絕殺3-2，可3分鐘後96分鐘，奧地利再次扳平。無論別人怎麼想，老 K 覺得呀，被扳平的這3個球，後防線多少有些放水。雖然阿爾及利亞93分鐘的絕殺不可能是默契球，因為當時裁判有概率隨時可能吹哨結束，奧地利也就只剩這唯一的一次進攻機會，但最後那個球竟然還是進了。反正就老 K 自己看來呀，後衛沒有盡全力，這是一種很新穎、很高級，並且也帶點運氣的默契球。
真的是誰領先，另外一邊就馬上扳平。伊朗球迷們也是被不斷的電擊震醒，然後又死去，然後又電擊，再死去，再電擊，最後還是死去。我是感覺默契的不能再默契了。不知道評論區的你怎麼看？歡迎留言告訴我您的意見。其實老 K 在決賽裡已經說過，1982年44年前，西德和奧地利上演的西紅之恥辱戰，一場默契的平局，當時讓阿爾及利亞無辜出局。當時兩個國家隊是結下了世仇，但是看今天比賽的內容，尤其是領先之後後防線那無精打采的樣兒，我總覺得伊朗有些冤呀。另外說個冷知識，在阿爾及利亞的國歌中明確的帶有強烈的反法國抗爭獨立的色彩。國歌的第3段直接點名法國，唱道：啊，法國，責備的時光已經過去，我們已將它合上，如同合上一本書。啊，法國，這是清算的時刻，準備好接受我們的回答吧。這是阿爾及利亞曾經遭受法國長達132年殘酷的殖民統治，後來又在獨立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犧牲。但是法國足球之王齊達內，還有現在的新王姆巴佩都是阿爾及利亞血統。所以姆巴佩過去曾經有一句話說，我們阿爾及利亞人是全世界踢足球踢得最好的。好的，兄弟們，世界杯正式進入淘汰賽階段，感謝您的訂閱、點讚、評論、分享和熱推。